你有过这种感觉吗？刚吃完一顿丰盛的午餐，却觉得眼皮重得像灌了铅，脑袋像被一团雾气笼罩，完全转不动。或者，你明明才刚走进厨房，却突然断片，完全想不起自己进来是要拿什么东西。我们常笑说这是金鱼脑或是吃饱困，但请先暂停一下。如果你经常在饭后觉得异常疲倦，甚至脑袋当机，请在留言区打个+1，或是写下我也会，让我知道我不孤单。其实这可能不是单纯的疲劳，而是你的大脑正在发出一种无声的尖叫。你的血液里充满了能量，但你的脑细胞却正在挨饿。医学界给这个现象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——第3型糖尿病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大脑是个超级大胃王，它只占你体重的2%，却要消耗全身20%的葡萄糖。它需要稳定的能量供应，才能让你思考、记忆，甚至控制情绪。大家都知道，第2型糖尿病是身体对胰岛素已读不回，但很少人知道，大脑也会发生同样的事。当大脑出现胰岛素阻抗，就像细胞大门的锁坏了，结果就是你的血管里泡满了糖，但神经元却吃不到。这就像是一个人漂浮在满是食物的海洋上，却活活饿死。这就是失智症早期的能量危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觉得哪一种食物对大脑的长期伤害比较大？是 A， 看起来就很罪恶的甜甜圈，还是 B， 你每天都在吃的白饭面条？请在心里选一个答案。3秒后，我会告诉你一个反直觉的真相，答案可能让你惊讶。虽然甜食很可怕，但往往是那些我们以为无害，却天天过量摄取的精致淀粉，才是让大脑长期泡在糖水里的隐形凶手。关键不在于甜不甜，而在于血糖波动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车子一下油门到底，一下急踩刹车，引擎会发生什么事？它会过热、磨损，血糖忽高忽低，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氧化压力，这就是大脑里的废气。更糟糕的是，多余的糖分会在大脑进行梅纳反应，就像烤面包表面变焦一样，这叫做糖化中产物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的大脑神经网络被焦糖粘住了，讯号还能传递得快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脑雾、思考变慢的原因。在这场风暴中，受伤最重的就是掌管记忆的海马回。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开始糖化了？我看着这3点，你自己算算看中了几项。第一，短期记忆变差，常常忘记刚刚要做什么。第二，情绪像云霄飞车，饿的时候容易生气。第三，到了下午3、4点，身体会疯狂渴求甜食或淀粉。如果你中了2项以上，接下来的解方请务必专心看完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数据显示，患有第2型糖尿病的人，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65%。这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记忆战争。听到这里，请别恐慌。好消息是，我们不需要苦行僧式的节食，只需要一点点进食的智慧。第1招，进食顺序禅，记住口诀：菜、肉、饭，先吃纤维垫底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才吃淀粉。光是改变顺序，就能让饭后血糖峰值降低30%到50%。你是哪一种人呢？是习惯一口饭配一口菜的混合派，还是愿意尝试先菜后饭的分离派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第2招，饭后百步走，吃完饭后千万不要马上坐下，给自己10到15分钟的散步时间。这时，你的肌肉会打开大门，主动吸收血液里的葡萄糖，这就像是帮胰岛素分担了工作，让血糖曲线瞬间变得平滑温柔。第3招，存肌肉就是存脑本。我们之前提过肌少症，其实肌肉就是人体最大的糖分储存仓库。练好大腿肌肉，就等于给大脑建了一个强大的防洪堤坝。就算偶尔吃点甜的，你的肌肉也能帮你挡下冲击。在知识禅修天，我们常说，修行不一定在深山古沙，而在你每一口的咀嚼，每一次的散步里。控制血糖，不是为了那张健检报告的数字，而是为了守护你珍贵的记忆，让你到了80岁，依然记得每一个爱人的名字。如果你准备好开始照顾你的大脑，请在留言区写下通关密语，守护大脑。这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，代表你对自己健康的承诺。我是知识禅修天，我们下次见。